俄乌冲突让欧洲这边大出血了，欧美之间呢，因此就出现了很大的分歧，甚至都有分裂的趋势。马克龙倡议组建欧洲政治共同体，把美国排斥在外。那么我们中国能从中受益吗？欢迎来到张斌观察，我是张斌。首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，欧盟27个国家和17个非欧盟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参加了这个会议，讨论在这种新的形势之下，欧洲的安全啊、能源呐、气候变化和经济等议题。我们注意啊，这40个国家里边没有美国，而且呢，他们还特意回避了美国在欧洲的代言人国家。欧洲政治共同体呢，在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，马克龙在欧洲未来论坛闭幕式上，他提出这么一个倡议，目的呢，就是想在这个欧洲现有的欧盟和北约体制之外，组建一个排斥美国的组织。美国钳制欧洲啊，它有2个工具，一个抓手，北约就是最好的一个工具了呀，这就是美国控制的嘛。北约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嘛，这就是美国继承了英国昂萨海洋霸权的一个产物啊。北约里边呢，它当然有各种的条款、各种的条文，是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，也不是美国一家独大一家说了算。但实际情况呢，美国在这里边确实是美国做主的，法国呢算是能说得上话的，而这个德国，你虽然它是一个经济巨人，我们常说它是欧洲的领头羊，但是它在政治和军事上它是个侏儒，它在这个北约里边基本没有什么发言权。第2个工具呢，就是欧盟。美国当然不是这个欧盟的成员，而且有意思的是呀，这个欧盟你看从50年代最早的这个梅冈协约发展到后来欧洲共同体，再到今天的欧盟，它的本身其实就是想搞这个欧洲经济独立，以对冲啊美国对欧洲的这个影响力的这么一个产物。但是这些年来呢，美国对欧盟方方面面的渗透和控制啊，已经非常的厉害了。你就说现任这个欧盟这个主席冯德莱恩女士，虽然说吧，她是默克尔带出来的是吧？但是冯德莱恩人家全家几乎都是美国人了，他就是一个标准的美国代言人。美国控制欧洲的那个抓手啊，现在就转为了那个所谓的新欧洲，就是中东欧那些从苏联分出来的国家，还有波罗的海的这个小3国，特别是还有一个就是波兰，他就利用这个所谓新欧洲和老欧洲国家之间的这个矛盾，以及跟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呢，分化欧洲。可以说美国做的是游刃有余。那么现在突然爆发了这么一场俄乌冲突啊，充分就暴露出了欧洲这种一盘散沙啊，这个群龙无首的状态。难怪就有人就说嘛，说欧洲啊，你现在就是美国的殖民地。这时候呢，大家越来越意识到，欧洲呢要有办法啊，拿回自己的主导权才行啊。而且这个主导权要尽量回避开美国的影响力，这就是马克龙提出这个倡议的一个根本原因。俄乌冲突给马克龙的倡议的实现就带来了可能，但是现在来看呢，这目前它还只是一个清谈的俱乐部哈，目前的定位啊还不太清晰。你说它到底是要干什么？它怎么组建？它的组织架构是什么？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功能呢？其实各国还是在持观望，甚至还是在这个有一些怀疑的态度。而且怎么理顺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啊，等等等等，也没有明确的方向。总之呢，欧洲政治共同体还处于一个务虚的阶段哈。咱们也不说未来它搞不成吧，起码呢也是来路漫漫。不过呢，美国挑起了俄乌冲突，从这个美国的方面来看，它是很成功的，它收割了这个欧洲啊，已经让欧美的关系出现了裂痕，而且呢，这个裂痕是很难愈合的。欧洲谋求政治和安全独立性的趋势，这是难以扭转的。对于我们中国来说，我们当然希望欧洲有一个更强的独立自主的能力啊，能够成为世界的一极，对构建和平民主的国际关系这是大有好处的。对于我们与欧洲的合作，那也是大有好处嘛。他能自己做，他自己主，那当然对我们是好的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希望欧洲能够走得更好，走得更远。